韩国开发商 Pearl Abyss 正在全力以赴推出他们的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猩红沙漠》，这是基于他们的 MMORPG 黑色沙漠的单人衍生游戏。我在个人电脑上亲自深入体验了这款游戏，并获得了更多关于其技术的详细信息，以及为什么这款游戏可能会成为2025年最大的游戏之一。猩红沙漠采用了 Pearl Abyss 自主研发的全新专有黑空间引擎，这个新引擎在现代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引擎中真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提供了与竞争对手完全相同的所有现代功能。一个核心支柱是支持多平台开发，凭借 DirectX 12和 Vulkan 的双 API 支持，使其在每个平台上都能高效稳定运作，充分掌控其优势。另一个是来自多个供应商的关键时间上采样成分。我玩的演示完全支持 AMD 的 FS23， 团队确认在发布时将支持 FS24， 因为 API 前端是兼容的。此外，团队确认将包括最新技术的 DLSS， 但对于 PS5 Pro 的 PSSR 或英特尔的 XeS， 至今尚未得到确认。现在团队可能会在 PC、PS5 和 Xbox 系列主机以及 Apple Mac 上推出其他选项，但我们得等到发布时才能知道。这个演示已经有几个月的历史了。我向团队仔细确认，这确实是来自3月 GDC 的相同版本，运行在 AMD Radeon 7800 XT GPU 和 Ryzen 7800X 3D CPU 上。亲身体验的演示和团队发布的画面在我们的会议中都限制在 4K 60 FPS，但是我被允许在没有录制和捕捉的情况下将其提高。RX 7000系列 GPU 表现非常良好，但即使在 AMD 的 GPU 系列中，它依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实际上，最终的游戏在发布时将更加精致和高效，视觉质量非常好，但图像呈现出明显的上采样为影，处理大量运动模糊以及每个物体、每个像素的粒子、透明度、植被、毛发等复杂细节，对任何上采样器来说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图像质量相当不错，但偶尔会出现鬼影、抖动微影和植被闪烁等明显迹象，留下了 FSR3 的清晰痕迹。如果在最终发布版本中包含 FSR4、PSSR 和 DLSS 技术，它们肯定会表现得更好。但我相信我们会在这个已经很扎实的基础上看到巨大的进步，确实值得大家期待。新游戏和引擎怎么能没有光线追踪这种先进技术呢？它包含在工具包中，支持实时全局光照、阴影效果，并且看起来还包括反射，但这并不是团队可选的功能中唯一的亮点。例如，即使没有启用光线追踪，这款游戏依然支持实时照明和全局光照，并且可以回退到有符号距离场、光线行进或 SDF 光照计算方法。这与光线追踪技术非常相似，但其精度相对较低，因此运行成本也相对较低，有助于更好地扩展到更广泛的用户硬件基础上。实时物理和流体模拟也得到了全面的支持。此外，还包括了 GPU 加速的粒子系统，能够提供广泛的渲染规模，配备基于流体的细腻物体积和真实感的体积云、动态天气变化、程序生成的雪效果、细分几何和复杂地形、基于物理的水模拟、与岩石及其自身碰撞，创造出我多年来见过的最出色的水效果，堪比摇滚明星般的质量，同时涵盖植被、毛发、布料物理以及程序化破坏、加权战斗、复杂的 AI 状态模型和程序生成技术，为团队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开发选项，以便为每个游戏和平台量身定制强大的引擎。所有现代红幕技术，如屏幕空间效果、光线追踪、视差遮挡贴图、物理基础渲染、程序生成、破坏等，确保它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技术要点并不能构成一款游戏，团队对此非常清楚。就像 C64、Amiga、Sega Saturn 到 PS2 的辉煌时代，游戏引擎通常是根据具体的游戏需求而制作的。在这里，团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将技术重点放在引擎上，以推动他们的创意目标。同时，在他们的技术栈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管道，从他们自己的动作捕捉和艺术工作室开始，创造流畅的动作、电影画面和出色的视觉效果。
实时电影效果非常出色的利用了先进的动作捕捉技术，增强了细腻、魅力和风格，同时也精准捕捉了动作表演者的表现。这些表演转化为核心战斗部分的攻击、翻转、装备和激烈战斗。现在，这种优质的质量和对游戏开发站的持续投资表明 ，Purvis 正在迅速推进高质量的 AAA 游戏交付，配备完整的引擎技术、专业的动作捕捉工作室、内部艺术设计团队和音效团队。这里的结果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从第一批使用这些工具制作的优秀作品开始，但在猩红沙漠之后将会推出外观截然不同、趣味十足的 Dokkan。它共享引擎和开发管道，但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玩法和高质量体验。现在，这很好地反映了团队在为所有观众提供多样化的游戏和风格的巨大潜力。在我测试的演示中，这些遭遇显然让我深刻意识到，游戏的控制和战斗系统非常复杂，提供了大量的动作、时机、战术和意识，这些都是游戏胜利的关键所在。胡乱按键很快就会以失败告终，相反，格挡、躲避、魔法、投射物等都是成功的关键。现在，许多敌对的群体可能会分散你对主要敌人的注意力，比如这些精美的人形陶罐，他们展示了游戏出色的粒子系统、程序化破坏以及魔法效果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战斗还展示了他们构建的优秀内存和摄像系统，这在评论和技术分析中常常被忽视。但游戏无缝地从游戏玩法切换到实时过场动画，再回到游戏玩法，没有明显的跳跃、扭曲、卡顿或接缝，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建立游戏中的氛围和参与感。在任何给定时刻，投入的数量都是巨大的，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这里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相机和锁定系统。通常在 BOSS 战中，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但由于你可能面临的敌人数量以及你所受到的持续攻击，这使得战斗变得人为的更困难。因为我失去了方向感，导致错过关键的攻击，陷入与复杂相机场景和控制的艰难斗争中。他们需要改进锁定和相机系统，使其能够有效跟踪聚焦的敌人，并在有限范围内保持垂直和水平轴的精准攻击。这将有助于平衡他们所追求的疯狂风格，同时让你始终保持对敌人和各种攻击方式的控制。角色在进行攻击时的物理效果有时显得有些漂浮，因此需要对物理模型进行更新，以更好地反映出更大的重量和更少的动量。我向团队详细反馈了这些具体问题，我相信这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会在最终版本中得到有效改善。尽管我与这个游戏的接触时间非常短，而且确实是被抛入了深渊，但我在其中进步很大，并且渴望在这个非常小的预告之外继续玩下去。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 ，Purvis 在这里所展示的热情、出色技能、庞大规模和卓越质量是令人钦佩的。这款游戏提供了角色驱动的故事和开放世界冒险的浪漫结合。开发团队表示，设计更接近《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而非《巫师3》。出色而又艰难且富有挑战性的战斗，依赖高超技巧，拥有丰富多样的招式、时机、技能以及敏锐的意识。它依赖于近战和魔法，四处都是烟火。得益于他们提供的 GPU 驱动粒子系统，交付了一个功能丰富的引擎，提供了成功和在 AAA 领域交付所需的所有大选项。对中世纪时期以及质朴、粗犷和魔幻的环境有着明确的热情，真实地呈现了那个历史和时期的感觉。战斗展现了极大的多样性和技巧，引擎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进行缩放。尽管从一款仍有6个月或更长时间开发周期的游戏来看，性能和质量显然可以有更高的提升空间，但它已经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质量与性能，而且在正式发布时还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进一步的改进。现在，我期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看到团队和游戏的更多消息，以及关于 PS5 和 Xbox Series X 和 S 版本的更多信息，看看他们与高端 PC 体验的接近程度。或许，最终会有不止一个引擎。这就是关于游戏技术预览和猩红沙漠相关内容的全部。记住，如果你喜欢我们在 IGN 的性能评测和预览，请继续关注 IGN。我们下次再见。